为什么现在大龄剩男剩女越来越多？就有很多人，他顶着被家里人催婚的压力，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另一半，不得不长期单身。尽管剩男和剩女一样多，但是他们就是搞不到一起去。很多人以为是这些人太宅了，接触的人太少，或者说要求太高了。其实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婚姻的要求和定义在现代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剩男剩女变多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接下来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三观，这从历史上，婚姻自古就只不过是经济工具和繁殖工具，是个比较庸俗的东西。婚姻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维持社会结构，能够相互扶持。从经济上，一家人比一个人要更利于生活。对有钱人来说，婚姻也是获得财产、维系财产分配和继承财产的最佳载体。繁殖功能就不用说了，传统的养儿防老这个观念其实也是经济工具的意思。但是走到现代社会，婚姻被神圣化、高尚化，加入了爱情的元素，这个是非常现代的社会才会有的事情。可以说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新发明，就算是西方人自己的古代婚姻当中也是没有爱情成分的。在古希腊，哲学家们都认为爱情是一种纯理性的柏拉图式的东西，就是爱情这种东西天然就不应该和肮脏的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因为婚姻是如此的庸俗，充满了家务事，而爱情是如此的崇高和美丽，所以你根本就不应该爱上一个现实中天天碰得上的人。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爱上一个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交集的人，他非常智慧，值得仰慕，他甚至性别都跟你一样，你爱上这个人是纯思想的，纯柏拉图式的，这才是真爱情。你肯定觉得我在胡说呀，其实即便是在中国古代，大量的婚姻也是没有爱情。你去翻一翻历史书你就知道了，中国古代的年轻男女自己在婚姻上这件事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做主的余地，两个人连面可能都没见过，基于经济的角度或者说家长做主，基本上就把婚姻的事给谈下来了。古代人为什么结婚那么容易？因为简单嘛，第一，经济上可行，第二，能繁殖，这就行了。所以以前结婚率高是必然的。回忆婚姻也很简单，就是剥夺其中一方的权利就可以了。女的基本就不一定听老公的，连架都吵不起来。为啥婚姻长久？因为简单粗暴嘛。现在为什么结婚那么难？因为现在人对婚姻的要求太高了，这些要求是很难同时达到的。不仅要求经济上是可行的，具有繁殖的功能，而且需要真诚的相爱，要情投意合，要有共同语言。而现代社会每个人的个性又同时是独立发展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这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头脑；另一方面，婚姻又需要另外一个人和自己，从经济上、肉体上、情感上、知识水平上多个方面都有共鸣，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代化的发展把婚姻变成了一个理想化的剧本，照着这个剧本去表演，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会感到很失望。所以剩男剩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现在呢，正处在社会的转型的阵痛期，就这个阶段的男男女女在找对象的过程中都是痛苦的。我相信经过20-30年的痛苦之后，这个社会将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到了年龄就结婚。这句话是不成立的，结婚者的比率是永远性的下降的，大部分人到年龄就结婚的时代已经永久的过去了。大龄的男女可以选择多谈几次恋爱，可以一个人生活，但整个社会注定有一定比例的人选择不结婚。我要表达的观点不是说晚婚或者不婚是正常的，我只是想让大龄的剩男剩女早点明白其中的本质，这样至少不会再过多的在这件事上纠结，至少在心理上不会再自我折磨。如果注定要晚婚或者不婚，那么如何单身的精彩才是人生的重点，好好品品吧。认同的记得点赞关注我，每天分享大实话。